还是我们老辈子恋爱综艺勤劳啊，真的是老黄牛式稳定产出看点。就问你们一句，有多少人是每周固定等着看这个中老年恋综？你有感觉到尴尬吗？我的尴尬，你可能还是对我有点感觉。你想多了。就说我们玫瑰姐姐吧，姐现在已经进化到即使没有完整故事线，也能给自己营造剧情的程度了。在被分配和大哥一起出门约会，并且在整个约会过程中持续遭遇大哥明里暗里的婉拒之后，姐回到小屋的战斗力依然名列前茅。这天是全体外出约会日，回到小屋免不了交流感受。有女嘉宾开始分享今天拍的美照，玫瑰姐姐立刻不甘人后，说自己也有美丽照片，还是大哥拍的哦，超会照顾人的那种。就只有人给我照顾，还会照顾人，还会照顾人。谢谢老大。别贫了，咱俩一块拍个合影啊！我有自拍杆。别拍合影，就自拍那种感觉才好。快点，哎，抓紧时间，这儿，快点，快点。腿怎么放？你想怎么放怎么放，放上去。就只有人给我照顾，还会照顾人。其他女嘉宾象征性捧场几句之后，玫瑰姐姐继续给自己的约会做总结。节目组也很会，直接下了一个精准定义，嘴很硬一款姐。找一个男生会拍照的陪着，那这不枉此行。哎呀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运气找那么好的摄影师的。就在姐情绪如此美妙，状态如此在线的情况下，有人突然发出灵魂疑问：咦，你的超爆摄影师怎么没下来呀？玫瑰姐姐当场1秒挂脸，而这位超爆摄影师此刻正处在一个身心俱疲的状态。我也刻意的不想下去，因为不愿意去跟他们讨论跟他在一起那边有多美。但其实我们要知道，玫瑰姐姐真正喜欢的并不是这位大哥，她心里一直有明确指向，那就是男嘉宾罗非。而今天的罗非是和晴姐姐一起出门约会了，用罗非自己的话说，就是相处起来很舒服。两人也是当晚比较晚回到小屋的一对，偏偏回来的时间点正好撞上女嘉宾们在餐厅聊天，那一刻修罗场的气息瞬间拉满，我们也终于能直观感受到什么叫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坐在玫瑰姐姐身边的女嘉宾兔子，此前因为和罗非约会过，两人感觉都不错。罗非也正是因为兔子的出现，逐渐和玫瑰姐姐拉开了距离。看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，玫瑰姐姐因此和兔子曾多次上演阴阳明场面，而这一次罗非和晴姐姐约会归来，几乎是熟悉的配方再次上演。再次因为新对象冷落兔子，正式开启与第3位女嘉宾的接触。于是当罗非开始分享自己拍的美食和约会细节时，玫瑰姐姐和兔子的反应已经不是简单的情绪变化，而是标准的大型同仇敌忾现场。自己做的。罗非分享自己拍摄的美食和晴姐姐两位的反应是这样。我太好意思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你是说我很无敌的意思是吧？当然了，要争取男嘉宾，显然不是靠阴阳几句就能解决的。这场略显尴尬的分享结束之后，又有人开始打印约会照片，贴上照片墙。玫瑰姐姐这边也不甘示弱，同样打印了照片，招呼路过的罗非过来看，还顺势开始积极分享。而罗非的反应只能说是情绪管理满分，参与感几乎为0。超级好看。让我帮他拍的。哇，那他在指导我怎么拍。看，哎呦，困成这个样子。对，不是他这个照片可能比较大，然后就有点，然后打印，然后，我倒点水，渴死了，有点渴。也正是这一整套反应，直接把玫瑰姐姐的情绪推向了低谷，甚至出现了小范围的情绪爆发。她拉住路过的徐工，简单聊了几句，困惑点只有一个：罗非到底喜不喜欢自己？如果不喜欢，那为什么又要给希望，又要逗自己？而他之所以会这样理解罗非，全部都来源于罗非此前的那些反应。在我心当中，你算是我的前女友。有点快，请慢一点。好的。能感受到罗非的信号。谁让你的心动的最多？罗非。明显的感觉是柳是带着跟罗非已经交换过的信息的内容来问我。在这里，徐工给出的建议其实相当客观。他反问玫瑰姐姐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误会了，是你想多了？说的再直白一点，就是罗非可能本来就对你没那个意思，与其反复揣测，不如直接去找他聊清楚。我真不明白，我真的。我觉得第一就是你的角度不一定是
就别人的角度，明白吗？我也难受。不是，我就觉得你找人谈一谈，你跟罗非谈一谈，你听听他怎么说。就你现在的状态，我就觉得我要是罗非，我就想跑，真的。就你给你自己好多压力，这个压力肯定会传输到你想约的人身上的。但问题在于，玫瑰姐姐一直没有真正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和罗非单独聊，直到第二天的小屋集体活动开始，她多次试图接机搭话罗非，却几乎都被无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也能看到，在下期节目里，她终于还是和罗非聊上了，而且一开口就是非常典型、非常玫瑰姐姐风格的那一挂。你有感觉到尴尬吗？我的尴尬。你可能还是对我有点感觉。你想多了。客观来讲，玫瑰姐姐确实让这个节目精彩了很多，可能不少朋友最初点开这个节目，就是想看看她还能带来多少名场面，但也是在这一期里，通过一个鲜明的对比，我们对玫瑰姐姐多了一点更柔软的视角。于是，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另一对 CP 大哥和晴姐姐，这一对在节目前期的发展其实非常顺利，多次约会下来相处得很舒服，也不断制造惊喜。大哥的态度也很明确，几乎已经认定了晴姐姐，后续基本不再考虑其他人。但晴姐姐的想法则更理性一些，她希望在和所有男嘉宾都接触之后，再去比较和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对象。于是她把这个想法坦诚地告诉了大哥，希望他能适当放一放自己，让他有空间去了解别人，再做决定。而大哥给出的反馈也相当尊重，比如晴姐姐不希望在细节上和他过度绑定，大哥都会有意识地选择避嫌。这期节目让他们自己策划了一个走秀活动，其他人推选他们成为一组的时候，大哥其实第一时间就察觉到晴姐姐的脸色并不太愿意，于是立马表态说自己和别人可能也更合适。时装秀如果从身高角度来说，肯定你跟他好，好不好？自己组合自己，这不是自己去拉就完了，他就有意的想，不让跟他在一起，更多的去参与，像 CP 一样。那我觉得有意的一定要去在互动环节上尽可能去躲开。再往前看就会发现，他很多行为其实都很克制，也很体面。比如晴姐姐想要和罗非接触，他在礼貌避开之后才说自己内心虽然会有不舒服，但他觉得对方确实应该多和别人接触，只有这样才能比对出优缺点再做选择。再比如罗非来邀请他一起主持活动，他直接说2个男生一起主持不太理想，最好的配置是1男1女，不如你和晴姐姐一起吧。这一波操作又把晴姐姐哄得很开心。我觉得马晴特别有表演力，你还不跟马晴去表演，你觉得呢？可以，我 OK， 好，你觉得呢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这建议好。阿晴，今天晚上你跟他去做主持人，我们俩就是主持人吧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对晴姐姐的感情和行为已经接近于舔了，一个人怎么能接受自己喜欢的人去接触别的异性呢？但看到这期节目最后他和罗非的那段对话，我们才算恍然大悟。罗非非常坦诚地对大哥表示，自己到了下一站其实还想继续接触的女嘉宾是晴姐姐，对着大哥说明白，其实也是基于前期大哥和晴姐姐绑定比较牢，这是一个明人不说暗话的行为。罗非甚至还担心会不会有人觉得他作为一个外国人，这样几次3番更换接触对象不太合适，而大哥的回答就显得格外智慧和成熟。但我想分享的是文化上面的问题，因为我是这里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了，会不会有你看吧，这个外国人他写所有人的名字，我会不会这样做是不对还是什么？错了，别想的逻辑就是杨某。我跟你说，我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想，猛禽就说你不要老去逼得我那么紧，我也想接触别的男嘉宾。我说 OK 可以，你也可以选择马琴，你也可以选择马琴都没关系，但是决定权是他。时间不多了，多看一看，把每个人都筛一遍，只有比较出来才会知道他更适合谁。就算是你如果要跟马琴好，我也是祝福。除了感慨大哥的豁达，我们在对比玫瑰姐姐，其实很容易觉得她是个做事不太体面的人，但从本质上看，这么大的反差，很可能就是主动权掌握多少的问题。大哥多次表达过对晴姐姐的喜欢，也能非常豁达地看待她去接触其他异性，并且始终相信，在对方接触和比较之后，最后还是会选择自己，因为他内心笃定自己并不差。而玫瑰姐姐此前多次接触男嘉宾的状态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。她的每一次约会都有一种抓住救命稻草的紧迫感，习惯用突兀又尴尬的方式去确认对方对自己的感情，以及这段关系到底推进到了哪一步。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她在掌握主动权，实际上恰恰相反，她并没有主动权，因为她把关系如何定义的权利完全交给了男方，于是才会不断在心里反复质问：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就这么不讨人喜欢吗？他到底对我有没有好感？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在聊天中频频失控。明明是想问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，聊着聊着却变成了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啊？你想多了。这种混乱和拉扯，恰恰构成了我们看这档节目以来玫瑰姐姐最具戏剧张力的看点。说到底，这里也不是单纯夸大哥有多厉害，与其羡慕一个男人手握主动权，不怕得失，显得格外豁达，不如我们自己学着成为这样的人。或许这正是玫瑰姐姐需要面对和完成的功课。我们先学起来，评论区聊，不见不散。